在埃及的超市里竟然买不到白糖，还得去黑市高价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我是小便。最近我在开罗这里租了个房子嘛，然后房子收拾好了，然后需要布置些家当，所以今天我来到了开罗比较大的这种超市家乐福。家乐福的物价就处于一个一般的水平，所以我们今天逛一逛这个超市，看埃及汇率崩溃之后，现在物价是个什么水平。我们走吧。由于疫情，作为埃及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大受打击。自从2022年开始，埃及的货币出现了多次的大幅贬值，美元的需求激增。但是埃及比较特殊的是，它有个汇率黑市。比如2024年1月底，官方汇率是30埃镑兑换1美元，但是由于政府极度缺少美元外汇，官方途径根本换不到美元，所以很多当地人只能去黑市上换。黑市上已经是70埃镑才能换1美元了，相比2022年初贬值了80%。直到3月，官方放开了汇率管制，黑市才和官方汇率趋于一致，稳定在49埃镑换1美元。你敢想象，物价在短短2年内涨了近3倍，手上的存款缩水70%的感觉吗？这就是埃及人这2年的经历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埃及当前的物价吧。像这种包装好的米啊，这种埃及米，1公斤大概是6、7块钱左右。这么看好像也不贵啊，不算太贵。埃及人很喜欢吃各种意大利面啊，一袋400克都是在2、3块钱左右，这个是特别便宜的。玉米油啊是大概30出头，1.5升，好像跟国内差不多。盐也挺便宜的啊，700克的盐只要1.5块左右。但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啊，他们这里的糖居然卖完了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普通糖已经卖完了，只有这种代糖300克要300埃镑。我就想找个普通糖，居然卖完了，在家乐福这样的超市里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哦，有点离谱哎。后来我就问工作人员是近期没白糖了还是一直没有，工作人员说是近期没有的，因为白糖很紧缺啊，得从国外进口，但当时国家限制了超市里白糖价格是27埃镑每公斤，如果用美元进口白糖再用官方的价格卖会亏很多，所以所有的超市索性就不卖了。他偷偷告诉我可以去街边的小商店问问，他们可能有，如果是70埃镑每公斤那就是合理的价格。好家伙，原来不仅汇率有黑市，连白糖都有黑市了。根据他的提示啊，我去了街边的小店，连着问了几家之后，一个小商店的老板从他家的厨房里拿出了1公斤未开封的白糖，卖给了我，只收了60埃镑。嘿嘿嘿，老板人还怪好的嘞。没想到爱吃糖的埃及人买个糖竟然如此不便，多亏了我会说英语，才能跟本地人直接交流，买到了这个白糖。在国外旅行和生活，会些英语简直是太方便了。那么大家怎样才能尽快的掌握一些日常交流的英语呢？大家不妨试试番茄英语 APP。不同于其他软件说教式的课程，番茄英语的课程都是各种 vlog， 主打一个情景式的学习。在看 vlog 的过程中，与主人公一起用英语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，不用担心听不懂，他的课程非常容易上手，基本上做到了无痛学习。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。第一步，课前热身，先理解重点词汇。第二步，观看 vlog， 在情景中学习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节语速，或者是开关英文字幕，同时重点词句还会有重点提示。这时候我建议大家把自己带入到主人公的视角，这样你就会站在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场景和对话，加深印象。第三步，完成课后的训练，帮我们巩固牢记这些词，再通过跟读进行初步的听说练习。最后还有举1反3，让我们自己辨别哪个表达更好。你还可以和真人 PK 练习，这样一套下来，你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学习、模仿到应用的过程。每天只需要20分钟就能轻松 get 到地道英语，快来试试吧！就像这种牛排还有牛肉，基本上都是50左右人民币啊，看着很新鲜的。像这个15个装的鸡蛋是正好16块钱。这些是埃及常见的纯牛奶品牌，有全脂的、脱脂的，还有一些特殊处理的，比如说什么乳化奶之类的。我们就买最普通的全脂牛奶就好了。这样子一罐1升是47，大概7块钱人民币。埃及的奶制品真的是种类非常多，而且价格非常便宜。我们看这个量贩装的小酸奶罐，跟国内蒙牛1类的那种差不多，这个只要大概9块钱人民币，是12罐这种小酸奶，一罐合下来8毛钱左右。然后这种果味酸奶里面，比如说加了蓝莓、黄桃的，这个基本上是2块钱一罐，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。这是多少克？这是150克的，这个价格蛮便宜的，多来几个。给大家看一下埃及这里的方便面啊，
很熟悉，Indomie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那个方便面厂子在埃及建的，因为他们也是穆斯林嘛，做的清真方便面。这个包装风格和味道的跟印尼都差不多，但是它味道很少啊，这里只有这种鸡肉的，然后有烤鸡肉的，纯素的，还有牛肉味的，就不像印尼那么卷了。就拿几袋，各拿几袋，有时候当个夜宵煮一包挺好的。但它这个方便面非常简单啊，里面就是一包调料，就是一包粉包，啥都没有，所以基本上还要自己放一点芝士呀，或者是其他东西搭配起来才行。可乐啊，去年来的时候这些都是6埃镑，现在都涨到将近10埃镑了。所以说这个现在不过按照黑市汇率算，这个还是1.5块人民币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大块的这个才4块钱左右，大罐，这个是2升的吧，应该是便宜。100%的纯果汁1升的，全都是大概8块钱左右。因为这个果汁啊，里面是完全不加糖的，就是纯果汁，所以蛮不错的。直接买了3罐果汁带回去。然后这种不是100%的呢，就类似于果味饮料的这种，大概只要4块钱人民币1升，对，超便宜啊！500抽6包的这种纸，还是144埃镑。这个价格好像有一丢丢的贵啊，但它这个纸的质量主要是不是特别好，是那种特别薄，一遇水就碎的。那这里的洗衣液，2.5公斤的是30块钱人民币，好像跟国内差不多。沐浴液，像这种力士500毫升的，基本上就是11块钱左右。也有便宜的，比如说家乐福他们自己产的，这个500毫升才4、5块钱，这个就非常便宜了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力士的，买这个吧。我这买了小半车的东西，最终花了1300多，相当于是190块钱人民币。但是它装的有点让我纳闷儿，它每个袋子里面它就装一点点，比如说这里面完全可以再放几个东西的，它全给拆开，然后每个袋子里就放一点，这一堆袋子，这垃圾袋都给我省了。本地产的水果都特别便宜，比如说橙子1块钱1公斤，草莓、哈密瓜3块钱1公斤，各种蔬菜也基本上都是2到3元1公斤。这个埃及国家有补助的大饼，价格涨了1埃镑，现在是2埃镑一个了。看完这些，不难发现，埃及这里主要的农产品、本地生产的各种食品都是非常便宜的，但是工业品大部分还需要进口，所以价格和中国差不多，甚至是更贵。如果换算成人民币计算，很多商品以及餐馆的价格相比去年上涨了10%到15%左右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物价还都挺便宜的？没错，那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，但对本地人来说可一点都不便宜。我问了一些朋友，去年开罗市餐厅服务员的工资大概是3000埃镑，工厂工人大概是4000埃镑，今年也就象征性的涨了1000埃镑左右，远远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，相当于变相降薪了。目前埃及人平均的收入是6000埃镑，也就是900元左右。即便是程序员这种高收入群体，月工资也才2万埃镑左右。这么看下来，去掉货币单位，埃及人的收入和中国1、2线城市差不多，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把1埃镑等于1元来看，代入到刚才的物价。假如你月收入6000元，10元买1听可乐，200元买1斤牛肉，你心疼吗？现在可以理解埃及人买东西的感受了吧？再给大家分享个例子，如果在埃及打摩的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司机是不愿意接受银行卡付款的，只接受现金，因为银行卡需要1周后才能到账，他们没有多余的存款来周转进行加油，就靠当天收的现金来加油和维持生计了。这就是埃及大部分人的生活现状，维持基本生活可能就是月光了，有余钱也赶紧换成黄金、美元或者其他固定资产了。而且雪上加霜的是，从去年开始，埃及周边其实一直都不太太平。北边巴以冲突让游客的数量不如预期，南边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，导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锐减，再加上苏丹的内战，这一圈都在打仗。埃及又接受大概1000多万的难民，本来埃及就有1.1亿人挤在尼罗河的周边，埃及的农业又发展一般，农产品价格很低，所以很多人根本挣不到钱，工业就更加薄弱了。小商品即便从1万公里外的中国进口，都比本地生产的价格有优势，所以很难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，只剩下服务业了。
所以大家能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做点小本买卖维持生计，而突然增加的这10%青壮年难民以更低的价格与本地人竞争一些岗位，让本地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了。今年我发现埃及从人民到国家都真的好难啊！好在埃及还有一定的定力，一边持续用补贴的大饼稳住了人民的肚子，还不至于造反，一边又在协调巴以停火。总体上埃及本身还挺安全的，来埃及旅游没啥问题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最后希望战火能够早日平息，世界人民大团结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投币，一键3连。我是小飞扬，一个正在埃及旅居的旅行者，点关注，后期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埃及有趣的体验。我们下期旅行继续。